周五，中美防长时隔2年半再会晤，尤其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就台海议题亮明反对台独、不惜一战的坚决态度，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魏凤和强调，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均将魏凤和这一表态做进标题。周六，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表示，美国打台湾牌严重虚化掏空一中政策，这是极其危险的。周日，魏凤和将发表题为《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的演说，将再度全面阐释中国的国防政策。按照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日程安排，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将于周日早上8点35分至9点30分发表演说，时长55分钟。而在周六相同时段发表演讲的是美国防长奥斯汀，显示东道主对中美防长给予相同的待遇，也反映外界对中美防长演讲相似的关注程度。据悉，魏凤和此次演讲的题目为《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正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的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张驰大校向深圳卫视记者介绍，魏凤和防长将在讲话中表明，中方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那么在这个演讲当中呢，魏部长主要是借助我们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国际多边外交的一个场合，来宣介习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理念，包括我们前一段领导人提出来的全球安全参与的一些内容。在本届相会开幕前，魏凤和和奥斯汀周五下午进行了双边会谈，这是时隔2年半中美防长首次面对面会谈，也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的中美防长首次线下会晤。今年4月，魏凤和曾应约同奥斯汀通电话。魏凤和在此次会晤中重申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他表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和他在2019年6月相会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就台海议题表达的中方立场高度一致。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美防长奥斯汀于周六上午的演讲中重申美方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不寻求新冷战或成立亚洲版北约。So let me be clear. We remain firmly committed to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and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we do not seek a new Cold War, an Asian NATO. 但奥斯汀同时还表示，美国将继续维持台湾拥有足够的所谓自卫能力，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当天，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对中外媒体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历届美国政府对此都有明确承诺。拜登总统也表示不支持台独，但美方明显言行不一，仍在不断打台湾牌，严重虚化掏空一中政策。张振中说，今年以来，美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宣称加强台自卫能力，派议员前政要窜访台湾，特别是在6月8号再次宣布对台军售，系列恶劣行径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导致台海形势紧张激化，这是极其危险的。张振中强调，台湾问题是最容易把中美关系引向冲突对抗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此次中美防长面对面会谈引发了海内外广泛关注。会谈结束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官方网站也在首页显著位置刊发了相关消息。而美国媒体关注到魏凤和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强硬红线，以及双方在台海局势等热点问题上的交锋。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出，客观而言，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矛盾多点爆发的情况之下，中美防长面对面的有效交流，对管控分歧、稳定两军关系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魏凤和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红线，再次亮明态度和意志，有助于避免美方及其他相关方出现危险的误判，这才是对台海和平的真正维护。再次向美方清晰的传递这样的意思，就是希望美方能够在台海问题上不要错判形势，
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和意志和能力，不要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的信号，也不要挑动台湾问题。事实上，美方呢，他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是宣示了他一贯的立场，包括他明确的表示的不支持台独。另一方面，尽管在台湾问题上分歧显著，但多家外媒注意到，双方并没有激烈争论。会谈原本计划为30分钟，最终延长为1个小时。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会晤后的媒体吹风会上形容这是一次坦诚、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他说，双方都认为两军应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经常性沟通，管控风险危机。吴谦也说，会谈时间不算长，但效果是好的。下一步，双方将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商讨两军交流合作事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五的报道指出，会谈的部分重点是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同时呼吁建立更成熟的危机沟通机制，以确保世界两大强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会升级为冲突。华盛顿邮报分析称，尽管双方仍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从会谈的最新迹象来看，与此前外界预期的激烈氛围不同，中美防长进行了坦诚积极的对话，并就管控好矛盾分歧达成共识。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双方呢，为了避免误解和误判，就希望都能够保持一种常态化的沟通和交流。那么双方实际上是各自宣示了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一些立场。其实这种沟通和对话，它有助于避免误解和误判，对于两国关系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稳定的作用。魏凤和此次还访问新加坡，并在相会期间举行多场双边会见。周五下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总统府会见魏凤和。李显龙说，新中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独特定位，体现了新中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当前，国际和亚太地区形势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希望地区各国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共同为地区和平稳定增添积极因素。魏凤和说，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中心应不断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利益融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近年来，两军关系稳定发展，双方应继续加强高层交往与务实合作，把两军关系不断推向前进。周五，魏凤和与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就朝鲜半岛局势和国防合作方案交换意见。据韩联社报道，此次会谈时长约75分钟，超过原定的40分钟。李钟燮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次会谈富有建设性，为增进彼此理解提供良机。李钟燮还重申，相互尊重与合作是韩方的对华政策基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中日防长会晤预计将于周日进行。两国防长上一次面对面会谈还是在2019年12月。去年12月，魏凤和曾与日本防相岸信夫举行电话会谈，两人一致同意为避免中日偶发性军事冲突，力争开设并启用双方防务官员紧急时相互联系的热线。无论是和韩国的防长的会谈，还是和日本防长的会谈，关键是建立这种三国的这种安全的这种互信的这种机制，我觉得对于东北亚的这种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在我前面评论中讲到的，中国大陆可能随时武统台湾这样一种谣言，以及只要美日亮明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态度，中国大陆就不敢武统台湾这样一种谬论，它的存在与蔓延，一方面会导致美日在台湾问题上产生战略误判，甚至是导致擦枪走火；另外一方面，又会诱使台当局以及美日不断铤而走险，不断的测试中国大陆的底线。而魏凤和撂出这样一句所谓的狠话，等于是既给台当局、给美日都划定了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同时也等于是也给自己画了一个清晰的原则和底线，既可以防止对方诚惶诚恐与蠢蠢欲动，又可以让自己保持战略定力，处变不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有助于稳定躁动不安的台海局势。当然了，要确保台海局势最终的和平稳定，光是中方亮明自己的底线还不行，还得要中美双方都能认清并坚守这样一条底线。当前美方的底线就是台海不能开战，只能和平解决，否则美国就会介入。中国大陆的底线是台湾不能独立，
否则我们就会武统。这两条底线之间是有分歧，不能重合的，甚至是会导致各说各话、互不信任与激化矛盾的。这就是过去与现在台海局势风雨飘摇的根源。而在我个人看来，美方设定的这条底线，不仅是在空中建楼阁，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还是在舌柄触摸、不切实际与靠不住的。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知道，只要台湾宣布了独立，台海局势就会彻底失去和平稳定的可能性，迎来的只有战争。因为这既是中国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的规定，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主流意志。反过来，假如台湾不搞台独，美国也不支持台独，那台海局势自然就会风平浪静。因此我认为，要确保台海局势的持续和平稳定，美国必须要放弃自己制定的那条不切实际的底线，以中方的底线来为底线，并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共识。也就是说，最终中美双方可以共同划定这样一条底线，即台湾不能搞台独，美日等国家也不支持台独。在此基础上，中国大陆将继续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拜登政府反复重申自己的台海政策没有改变，以及美国国务院网站把删除掉的"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一句话又重新放回去了。我认为这些都是美国正在向中方底线看齐与靠拢的这么一种迹象。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六上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本届乡会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强调，印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重点关注区域，美方将继续同东盟、日韩英澳等盟友加强合作与投资，以维护该地区安全和平。外界注意到，奥斯汀此次访问新加坡并出席乡会期间，还密集参与双边和多边会见。这一系列动作释放了何种信号？来看报道。在这场以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计划为主题的演讲中，奥斯汀首先列举了亚洲地区目前面临的争端与安全挑战，随后介绍了过去1年里美国与地区主要盟友伙伴国在推进印太战略实施方面的成果以及未来计划。同时，他也不忘阐述美国对待新挑战的全新战略思维和政策部署。奥斯汀在演讲中指出，印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重点关注区域，该区域有超过30万的美国军人驻扎。他还一再强调，要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加强合作，巩固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菲律宾的传统盟友关系，以及与东盟成员国、日印澳等4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的密切合作。Today, the Indo-Pacific is at the heart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today, American statecraft is rooted in this reality. No region will do more to set the trajec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than this one. And so the Indo-Pacific is our center of strategic gravity. 奥斯汀还明确表示，需要对印太地区加强投资，以维护该地区安全。美国2023财政年度预算中就有61亿美元用于太平洋威慑倡议，堪称史上最大投资之一。该倡议旨在加强多边信息共享，支持与合作伙伴的培训和试验。奥斯汀最后强调，美国不寻求发生冲突或对抗，不寻求出现新的冷战，也不寻求成立亚洲版北约，希望与中国开放合作通道，以免误判。实际上，他所谓的这个3不寻求啊，如果放到演讲当中来看，更突出这个感受啊，它是一个叫口碑心事，也就是他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看到近年来，实际上正是美国在我们周边的一些敏感问题上，在不断的在挑起一些对抗，尤其是拜登政府上面，美国对于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一些手段和一些打压的途径，实际上都是一些冷战手法。它实际上已经在这么做。它目前的印太战略啊，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在地区建立一个反华、排华、恶华的这么一个联盟伙伴体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的这个3个不寻求实际上是相当虚伪。有观察指，夸大中国威胁论是奥斯汀当天演讲的核心要点之一，而演讲中所列举的亚洲地区争端问题及美国对华政策等都不存在多少新意。
奥斯汀不过是将这些固有因素放在了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放大了印太地区安全形势面临的挑战与后果，怂恿亚洲国家增强本国防卫能力，从而达到警示并拉拢与会国家，逼迫选边站的目的。然而这样做只能加剧有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不利于地区长远发展。这个演讲呢，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的感觉，它是宣示了美国它一贯的一些立场，没有任何超出我们预料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印太战略的演讲当中，奥斯汀的重心还是在拉拢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反复提到了一个就是一个shared vision，就是一个共同的愿景，或者说是共同的价值观。美国正在着力用这一点来拉拢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刻意的来标榜它是一种透明的、一种包容的这么一个体系，但是实际上跟事实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是针对中国的，并且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是这么一种联盟伙伴关系。美国现在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在很多问题上呢，就像是口是心非，或者是口非心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中将周六对中外媒体表示，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意图是通过该战略维护其霸权体系，但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亚太国家主流声音是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加剧了地区紧张。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地区国家普遍意愿、服务一己之利的战略，注定是个失败的战略。美国已经搞乱了中东，又搞乱了欧洲，还想搞乱我们亚太吗？我们绝对不允许。张振中还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形容美方在南海问题上对华的无端指责，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旧级盟友频繁派舰机擅闯中国南海岛礁临近海空域，在南海开展高频度的抵近侦察和阵地性极强的军事演习。我们根据面临的安全威胁，部署必要的防卫设施，既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也是针对这些挑衅行为的必要反应。应该说，美国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关于南海议题，正在新加坡相会现场的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张弛大校还向深圳卫视记者分享了一个细节。在奥斯汀演讲结束后的问答环节，一位来自菲律宾的与会人士向其提问称，美国一直叫嚣，一旦中国在南海建设岛礁或将南海岛礁军事化，美国就会让中国承担后果。可是到现在也没见美国拿出什么实际行动让中国承担后果，这是为什么？面对这一提问，奥斯汀现场一度语塞，十分尴尬。所以他在现场呢就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扯到了说后果就是美国要联合地区的盟友伙伴来共同。就实际上通过这样一场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无论是从奥斯汀演讲当中呢，用所谓的共同价值观来拉拢盟友，但是在后面问答环节当中体现出来的尴尬，就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它的在盟友伙伴心目中的信誉，或者说它的一个软实力，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多个与会国家代表当天也阐述了各自的安全主张，其中许多声音都强调反对域外势力插手，亚洲各国应自主决定安全政策。印尼防长普拉博沃称，印尼主张以亚洲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对方的国家安全利益。他还表示，印尼相信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会担负起地区责任。谈及包括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内的机制，普拉博沃强调，有关联盟不该威胁到其他国家。新西兰国防部长更直言，太平洋岛国应自主决定与中国的安全合作。My point to them was very clear that we support independence, we support sovereign nations and sovereign states like the many in the Pacific. Our job is to support them to make sure that they make strong decisions for themselves. So we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policy. 外界注意到，美防长奥斯汀在本届相会期间还密集参与了多场双边和多边会谈，其中就包括周五与东南亚9国防长和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见。奥斯汀在会见中表示，美国将继续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尤其着重于海上安全领域。
他在会后还发推称，自己与东南亚各国防长们就如何深化防务伙伴关系，以应对区域安全挑战进行了很好的讨论。美国国防部则发表声明指，奥斯汀访新期间参与的多场会议反映了美国对本区域的关注和投入。该声明还引述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称，美国和印太大洋洲国家的防务关系正迅速深化。因为我们知道，东南亚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在此背景下呢，所以美国是不断的通过各种的平台来拉拢东南亚国家来对抗中国。实际上这一个打算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呢，可能会让他们大失所望，因为东盟国家普遍采取了这种不选边站队的这种策略啊，实际上它跟中国也有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所以我觉得美国方面要做的，应该是要立足于双方利益来开展这种合作，而不是把它更多的是针对第三方，也就是中国。日本在本届相会的暴走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日本首相岸信夫在主旨演说中强行将乌克兰局势与台海关联，声称强烈预感乌克兰发生的一幕会在东亚上演。而日本防相岸信夫更无端攻击中方，声称日本处在以核威慑单边挑战现状与国际规则国家的最前线。此外，半岛核问题也是本届相会的一个关注焦点。美日韩三国防长也在相会期间会晤，强调将强化应对。韩联社称，三方或将加强导弹预警演习等既有演习的力度，对朝鲜释放警告信息的方案进行了探讨。我自己的观点认为，实际上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实际上对东北亚的这种安全局势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我们看到，像日本、韩国都有了这种战略躁动，他就希望能够分享这个美国的这种核保护伞。那么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个朝鲜更加坚定了拥核的这种立场，推高了这个东北亚安全这个紧张的态势。美日韩在这种同盟体系下，实际上还是极限施压。但是我自己的观点认为，实际上这个地区真的要这个保持相对的稳定来说，还是需要以谈来促和平，并且呢，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实现这种半岛无核化的整体的目标。时隔8年，日本首相再次受邀在相会开幕晚宴上发表主旨演讲。岸田文雄在演讲中首次阐述岸田和平愿景。演讲从俄乌冲突切入，岸田大谈他强烈感受到所谓今日乌克兰也许是明日东亚。随着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日本将在今年年底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决心在未来5年内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御能力，并确保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以实现目标。岸田还提到，我们不会排除任何选项，包括所谓的反击能力。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本执政的自民党4月曾向岸田文雄提交有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的3份文件建议书，要求将日本防卫预算从现行的占 GDP 的约1%提升至2%以上，以达到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并继续炒作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等的所谓安全威胁。此外，自民党早就在酝酿将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3份建议书，但因考虑到攻击一词比较敏感，相关措辞已经改为反击能力，但实质内容并没有任何区别。有分析认为，岸田文雄有意借俄乌冲突大肆渲染其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就是要以此为借口，达到日本扩军修宪、实现自我军事松绑，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的目的。正在新加坡参加相会的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原教授张英利少将对深圳卫视表示，他观察到日本方面在此次相会上一反常态，从低调变得高调，从后台走到前台，表现出对亚太安全事务极大的关注。在张英利看来，这是日本方面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重要步骤，也是美推行印太战略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核心呢，主要是构建多种形式的这个军事同盟。那么日本呢，在整个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同盟体系当中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日本呢，大家都清楚啊，它有这个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啊，所以我们说它是有扩张的野心和这个扩张的这个传统。这个印太战略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让他可以以这个推行印太战略为名，公开的突破这个和平宪法的限制啊，扩军备战。深圳卫视注意到，岸田36分钟的演讲中提到最频繁的词就是规则、秩序。岸田称，日本将维护和加强以所谓规则为基础，
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从而推进印太的自由与开放。岸田着重提到南海和东海的所谓扩张路线，批评这种行为不遵守国际法，试图以单方面力量改变现状。虽然岸田一番言论并未有明确指向，但日本朝日新闻在周五的报道中就称，岸田文雄避免直接点名中国。参加相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在周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所谓试图在东海改变现状的问题，是日本首先在2012年非法对钓鱼岛及周围岛屿实行所谓国有化，改变了中日领导人搁置争议的默契，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中方不接受日本把所谓的以实力或者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有关南海问题，何雷表示，中国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既有历史依据，又得到国际法承认。虽然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些争议，但是这些争议在双轨思路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下稳定地进行解决。何雷指出，讲到规则，中国是最遵守、最拥护国际规则的国家。中国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规则体系。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侵略和奴役他人，不会称王称霸。我想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一再宣称要维护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们所这种规则有选择的所谓的这种规则，规则应该是要尊重中国的这种主权和领土的这种完整。所以呢，岸田文雄所谓的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显然是与联合国的相关的这种框架基础是相违背的，当然也不符合地区的这种和平和稳定的这种大局观念。岸田文雄在相会开幕式后的提问环节中表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不只对两国，而且对地区、对世界都有重要影响。中日是邻国，日本愿与中国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有分析认为，特别是在台湾及东海、南海问题上，日本正力图强化介入姿态，争取对华博弈优势，但又避免明指中国，显然又是避免中日关系彻底恶化，以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这显然是其对华政策两面性的体现。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就在周六的相会讲话中动言，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同样一幕会在印太上演。他更是直言不讳称，台海的和平稳定关乎日本国家安全。岸信夫还将矛头指向中国，将中国与俄罗斯及朝鲜并置，叫嚣日本处在谋求单边对抗国际秩序的拥核国的最前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一些政客大肆叫嚣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尤其在2月俄乌冲突发生之后，这种论调的声量更是有增无减。观察指，岸田在近段时间的外访活动中，不时鼓吹任何地区不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正是试图借俄乌冲突升级与亚太局势进行捆绑，不恰当地类推台海局势，刻意营造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必要性，力图将俄乌冲突话题延伸至亚太区域。深圳卫视还注意到，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周五在介绍中美防长会谈的相关内容时，就特别指出，如果谁想在乌克兰问题上借题发挥，损害中方权益，中国必将坚决反制。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我觉得实际上和中美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样的。我觉得基本我们的红线，日方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实际上除了台湾问题，我觉得包括这个在这种钓鱼岛问题上，包括在南海问题上，我觉得中方和这个日方都需要有一个非常坦诚的一个意见交换，但是至少可以防止危机或者是冲突的爆发。相关话题来连线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林胜利。林先生你好。美国防长奥斯汀周六在相会上的演讲大谈印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优先区域，那么您对此如何解读呢？应该说，印太战略是指这个美国奥巴马政府以来就一直在推动的这样一个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心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不断的强化，那么在当前的拜登政府呢，应该说是更加去做实，包括去推动这个美日奥运的这个首脑峰会连续召开这种机制化，包括去合作内容的不断充实。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今年那么俄乌冲突以来，其实很多的这个讨论吧，就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调整会不会因为俄乌的这个冲突有所变化？
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从近期美国的官方的表态，包括这个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的表态，都可以体现，就是说，并没有因为俄乌冲突而改变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美国依然是把印太地区作为它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重心区。那么美国而且表示要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战略投入，包括去强化联盟关系，包括去拉拢更多地区国家参与，包括去加强这个战略动员，包括去推进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等等。那么这一系列都表明，就是说美国依然是把印太地区作为它的首要的这样一个战略地区。而且这个很多这个苗头是指向中国，那么实际上对中美这个战略竞争是有着非常这个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奥斯汀此次还在相会期间参与了多场双边和多边会议，其中就包括时隔2年半举行的美日韩防长会晤。那么在您看来，这一系列的动作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应该说此次这个美国防长在这个香格里拉对外会的这个活动是比较多。那么是第一个就反映，就是说美国是特别希望借助这个香格里拉对外会，那么去宣传一些美国的地区安全的主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话机制在过去2年因为疫情中断了，那么今年呢是难得的重启，所以这对于日本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宣讲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二一个是美国安排了一些双边、多边，包括和这个中美的这个防长对话，包括和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对话。很显然就是说，美国希望一方面要去这种大国竞争的一个管控，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拉拢更多的地区中小国家的这样一个参与。那么第三一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美国之所以动作如此频繁，实际上也是想进一步的去推动它的这样一个印太战略，特别是在安全方面，利用一些地区冲突来炒作一些地区安全威胁，从而为美国的这样一个地区安全的一个部署，做出一些很好的一些理由或者是借口。日本在本届相会的暴走表现也备受各方关注。首相岸田文雄周五的主旨演讲，危言耸听，强烈预感乌克兰发生的一幕将在印太上演。日防相岸信夫周六讲话也声称，日本处在对抗单边挑战国际秩序国家的所谓最前线，矛头直指中国。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应该说岸田是很荣幸啊，是继这个2014年这个安倍以后，另一位这个日本的首相在香格里拉对外发表这样一个主旨演讲。那么这次他提供的这样一个岸田这个愿景，总的来看是5个方面。我简单认为，就第一个就是说，还是为美国的印太战略背书和呐喊。包括他第一条谈到就是这种印太地区这种秩序，所谓的这种自由开放的秩序构建。那么第二一个是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增强和这种安全战略的调整，应该说是在国际上是表明一个态度。因为他谈到日本要这个增强这个安全自主力量，包括日本今后的这个国防开支可能会突破1%的这样一个上限。那么包括日本在和地区其他安全伙伴的一个合作。那么第三一个呢，还是要为日本去争得一些国际上的形象和面子，包括他提出这个无核国家，包括他提出要这个为联合国发挥更大一个作用。但是总的来看，这3点呢，最重要的还是日本的这个国防力量的增长。包括日本今后在这个亚太地区，它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安全角色？很显然，日本这个愿景是希望今后日本在地区安全，甚至在全球安全中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那么这就会使得日本会进一步的去强化它的这种军事力量，那推动它的这种安全战略的这样一个外向的一个扩张的这样一个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通过视频形式在相会上发表演讲。他表示，俄乌局势不仅是欧洲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事情，所以必须停止现在的战争。不过，外界注意到，泽连斯基一方面在聚焦亚太安全形势的相会，呼吁停战，另一方面却又请求西方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来应对俄乌在乌东激烈进行的战事，到底有何盘算？来看报道。泽连斯基周六下午以视频方式在相会发表了10分钟左右的特别演说。路透社的报道披露，泽连斯基当天是在基辅一处秘密地点进行连线的。
在演讲一开始，泽连斯基就强调，乌克兰受到了来自西方以及其亚洲盟友的支持，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I'm grateful for your support to Ukraine, but please remember that this support and this attention is not only for Ukraine, but for you as well. 泽连斯基说，乌军正在乌东抵御俄罗斯猛烈的攻击，但他的军队没有进入俄罗斯领土的野心，强调俄乌局势不仅是欧洲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事情，所以必须停止现在的战争。不过，泽连斯基随后话锋一转，开始指责俄罗斯封锁黑海和亚速海的港口，阻止乌克兰食品出口到世界市场。因此，俄乌冲突的结果不仅影响乌克兰，也会影响未来的国际秩序。And if due to Russian blockade we are unable to export our foodstuffs, the world will face an acute and severe food crisis and famine in many countries of Asia and Africa. 泽连斯基此次特别讲话只是他在国际场合众多演说中的一场。此前，他通过视频方式在多国议会甚至戛纳电影节上发表演讲。根据乌克兰总统官网发布，2月底至今，他至少向25个国家发表在线演讲。此外，还先后在北约峰会、欧洲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等组织讲话。据英国广播公司披露，泽连斯基面向不同国家的演讲稿均由他自己和助手利特文共同撰写，用引经据典、唤起共情的方式传达了一系列高度定制的信息，以此达到一个紧迫的目的：调动国际社会的支持，不论是军事上的还是舆论上的。每一次在国际场合亮相，泽连斯基的形象都经过精心设计。自战争开始，他就以胡子拉碴的面貌示人，多数时候身着军绿色 T 恤，想要传递给外界的信息很清晰：乌克兰总统与战争中的乌军们同在。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指出，泽连斯基通过在国际场合发表视频演讲所能获取的支援，更显著体现在道义层面，直接的军事支援寥寥。分析认为，一来是因为美国和欧洲领导人面临着地缘政治的红线，另外就是由于泽连斯基演说的主题过于单一，导致讲话产生的边际效应递减。不光是这个在战场上面，乌克兰面对的这个困境和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呢，这个在西方内部，现在这个对于支援乌克兰的这种力度和这个耐心呢，其实都发生了变化。现在其实这个最初的那会儿，这个打鸡血的热度过去之后，现在西方媒体对这个乌克兰的这种覆盖，对乌克兰的这个声援，实际上都已经在下降了。所以乌克兰现在利用这种各种各样的国际场合，其实是想这个重新的去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呼吁美欧再重新增加对自己的军援，避免这个美国和西方内部对俄绥靖的这种主张重新抬头。俄乌战事方面，乌克兰军方称，俄军正继续对乌东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和其他顿巴斯地区城市进行炮击。俄军几乎是50%的这个作战兵力和这个几乎全部的这个重炮都在集中在这个方向上。乌克兰如果说丢掉丢掉北顿，丢掉这个利西昌斯克的话，对他来说将是继这个丢掉这个马里乌波尔之后的又一大的损失。而且他这个战线呢，其实很难再推回来。他的这个现在有战争经验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这个老兵呢，可能也会损失很多。他这个就意味着，如果说他一旦丢掉这个立足点的话，他很难再反攻回去了。俄罗斯国防部周五发布的消息宣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高精度空基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一军用机场、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家军工企业，以及乌军2个控制点和多个人员和军事装备集结区。另据俄媒报道，俄军已经控制了尼古拉耶夫州战略要地金布尔恩沙嘴。不过，这一消息目前尚未得到俄官方证实。此外，包括2名英国人、1名摩洛哥人在内的3名为乌克兰效力的雇佣兵，周四被顿涅茨克人民最高法院判处死刑。针对英方辩称战俘享有豁免权，不应该因参加敌对行动而受审，俄方表示，西方派来帮助基辅民族主义政权的雇佣兵，并不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战斗人员，无权获得战俘身份。Напомню, чт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 правом наемники не являются комбатантами, и лучшее, что их ожидает, это уголовн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Экстренные попытк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наемникам правовую защиту, включая их в списочный состав воински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или Нацгвардии, или выдавая им свежие паспорта граждан Украины. Никого из них не спасут. 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已经控制的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痢疾和霍乱等传染病正在蔓延。
马里乌波尔市长表示，该市的卫生系统已经被破坏，尸体在街上腐烂。他称，这场冲突已经令该市失去了2万多名居民。不幸的是，随着这些传染病的爆发，数千名马里乌波尔人的生命还会被夺去。马里乌波尔市长呼吁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努力建立一条人道主义走廊，让剩余的居民尽快离开。俄乌冲突持续，美西方国家不断向乌克兰输送军事援助，但是乌克兰方面仍不断放话求援。对此，西方媒体出现越来越多的质疑，认为由于西方完全不掌握乌军情况，或导致大量军援泄密。美媒还指，很多对乌军援武器由于缺乏配件，根本没法使用，但美西方仍坚持继续提供。对此，俄媒指出，所谓援助只是幌子。西方国家是为了观察这些武器在战场的表现，以期研究更新换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披露称，由于缺少足够的电池，美国向乌克兰运送的标枪反坦克导弹有一部分根本没法用。除此之外，毒刺防空导弹和土耳其生产的 TB2 无人机也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They couldn't even turn the things on to tell whether they work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batteries. You can't do anything other than put this darn thing in your arms room. 俄罗斯观点报分析认为，虽然标枪毒刺战斗力严重受限，但是美军依然向乌克兰继续提供这些武器，主要原因是把乌克兰作为西方武器的试验场，以检验本国武器的性能，随后更好地对武器进行更新换代。同时，美军还将有机会观察，在俄军掌控制空权以及拥有 S-300等防空系统的背景下，这些武器究竟能够发挥出多大的作用。据俄媒统计，美国曾经在伊拉克战争中测试了1000多种不同的防御技术，而这次的俄乌冲突在无形中又为美国提供了机会。此外，德国和英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 IRIS-T 防空系统和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都是在尚未列装本国军队的情况下就提前供给给了乌克兰。大量的西方国家在援助的同时呢，把自己正在开发的而且是并不成熟的装备正在运往乌克兰的战场，他就是想测试一下，就在这样一个战争当中呢，也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比如说标枪导弹、毒刺这种导弹，它本身呢要不要这么大的技术，而且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实际上这个呢都是美军自己想搞清楚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恰恰乌克兰成为了试验地方。自俄乌冲突爆发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一度成为西方的政治正确。德国甚至因为军援力度不够而公开遭到乌克兰方面的羞辱。但近日，西方媒体对此的质疑声却越来越大。美国防务新闻周四称，随着乌军装备苏联时代的武器消耗巨大，在基辅的急迫要求下，北约开始大批向乌克兰提供尖端武器。但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对于这些尖端武器的泄密担忧越来越大。一名英国驻美使馆官员透露，任何有瞄准导引头或相关部件以及配备加密算法的武器，都可能让俄军掌握线索，得知这些武器如何运作，甚至可能想出对应的方式。此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 M777 榴弹炮时，就特意拆除了其中的数字化火控系统，目的就是防止落入俄军之手后泄露美国的数字化作战核心情报。但随着顿巴斯战局恶化，为克制俄军火炮优势，新一批 M777 已经重新安装了数字化火控系统。纽约时报周三披露称，尽管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但美国情报机构对俄军动向的了解可能都比对乌克兰军队的了解多。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称，乌克兰政府很少向美国提供有关其行动计划的机密简报或细节。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乌克兰隐瞒信息，就是为了不想给人留下他们可能不会获胜的印象，从而失去军事援助。现在来说的话，因为在欧洲方面的话，其实对乌克兰的军援，其实东欧国家，这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其实是最积极的。出力也是最大的，但是传统的这个老欧洲这些西欧国家其实都是这个表现的比较犹豫，真正是否能够改变双方的对比呢？这个其实还是看美军现在看美国这边是否愿意大规模的去增加这个军援的投入。如果说这个东西不能跟上的话，实际上这个乌方的劣势是可想而知的。